对，真的蛮浓郁的哎。那个香辣是韩式的吧？这个真的好吃啊！本周的主题是新竹苗栗知名小吃大 PK。首先，让我们欢迎苗栗代表廖威廉队。苗栗国 is me。新竹代表丰田商。为什么他是国王？为什么？因为之前的 PK 我都2连胜。那个新奇跟传统的那个你也输，对，然后之前土特强你也输，对，所以他就是国王了。就这2个地方，大家在心里都是有点美食沙漠的感觉。今天就是要打破大家这个迷思啦。哎呦，找得到吗？可以啦，可以吗？因为你已经2连败，对，大家就可以发现你有点没用。所以这一集你有一个小帮手，是有小帮手。这确定是帮手吗？我不怕。哎，舒华来那集，我帮他找了多少家好吃的？好像是这样子哦。是。对。这次规则是什么？这次就是你们测店家分出来的话是真的是，所以就是你们工作人员吃，然后决定哪个比较好吃。他们是评审。家会有很大的奖励。OK， 哎，那第一只狗 ，Let's go。开了112年，哎，这好酷，炸起来都超甜的，这12块，是10个，那是炒面，很魔性哎，超爱他们鸭血，超爱，超级滑顺，真的像在吃果冻。宵夜美食，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其实很罪恶哎，晚上吃这个。它很像猪脖，然后突然开始 ABC 餐，要不要吃啊？不的，真的，哇，小菠萝很大颗，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然后就啪啪。他们还有配酸菜，很酥哦，配泡菜更好吃。把我的感觉冲出来。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啊，他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我之前有跟老板说，我想要吃再酸一点。但是好爽。新竹的部分，但我有信心，你有信心哦？有，因为呢，曾经他们被大家说是一个美食沙漠嘛，对。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网络声量，新竹是全台湾第6名，第6名哦，第6名。哎，我好奇哎，第1名台北嘛，第2名台中，然后第3名台南。坦白说，这几次呢，我们这个访问新竹，我们有感受到它的改变。我们要发掘这些原本被大家称作美食沙漠的地方的美食给大家看，要平反一下。好，那你先拿出一个厉害的。对，先去新竹这边，走。高铁。第一件就很强了，怎么样？自己是不是觉得孤单啊？不会，好自在啊！这边已经开了112年哦，看一下这边。你好，老板。蛮特别的炸果，之前我们在炸柜，威廉哥台中那边也有吃过，有，112年本身就很厉害，但是它的价钱更厉害。全部点一遍都不到100块，所以你是第4代，爸爸第3代在那边，爸爸现在几岁86，看起来还是很硬朗。对，但为什么有蒜头？对啊，好少看到哦。爸爸在炸的就是蒜头、蒜苗啦，蒜苗哦，也没有吃过哎。少见呢。对，他怎么这么坚持这样子这么便宜？对，爸爸坚持。所以你一直想涨价，是不是？等到他整个他管的时候，1块变20块。
这个就是平常外带的时候的盒子。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只有外带啦，因为疫情嘛，真的像那种网美会来拍的那种，是很可爱，看起来非常精致哦，很像一艘大船一样。它每一个其实都小小的，我觉得这样女生吃也不会觉得有负担。这是肉的，对，比较绿的是鹅啊。它其实是有点像薄皮的那一种感觉，而且吃起来会比较软，但是它的葱的味道比较多，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那种葱的那种水分，类似像是韭菜盒子那种逻辑，有没有？就蛮好吃的。哎呦，而且很好吃哎，猪肉腌制的超好吃，就是有带出它的那个猪的甜味，它我吃过最温和的肉桂，那它的里面的调味是不是有一点像水饺那种独特性，然后口感性很不一样？美味很厉害。好，那你换另外一个鹅啊的，好。哦。它的口感一样，就是它的那个面糊的部分是真的有面大阪烧那种很松软的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的部分靠纯粹的那种鹅啊的那种它本身有的鲜味，但也一样吃起来很舒服。我吃这个我很好奇，蒜头，哎，这个好酷。你们好像要吃哎，很常会有人吃那个葱白那边特别甜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这样炸起来之后超甜的，你咬下去觉得没什么负担，但也很让我们吃到那种现切葱丝，好吃哎，好甜哦，甜对不对？这12块，我可以吃10个。没话说哎，真的蒜苗那个水分本来就很多，炸完之后真的刺激感没那么强，因为甜度拉得好高哦。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炸这个天妇罗里面有蒜苗？对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能以后其他店就可以看到。对，米糕，いただきます。米糕也很强，先来的是酥脆的口感跟里面的那个自然的甜味，但不是那种全部腻在一起，还是有吃到一粒一粒的口感。炸工不一样嘛，温度不一样嘛，就是吃起来真的不油。我想吃芋头糕，很好奇，想说是像五桂之类的。いただきます。那芋头糕是做的有一点像萝卜糕那种质地，所以它是非常绵密的那一种，很细致的。然后芋头的味道是你在咀嚼的过程中慢慢飘散出来的。啊，你不是说不吃重复的？你差不多了，快剩没有了。但是很好吃，好好吃哦，很好吃，有点像就是芋头菜头粿的。对对，像萝卜糕的那种。它等于其实是菜头粿的为基底，然后但是它又有芋头的香气在附着在上面，我觉得蛮好吃的。芋头片又不一样的口感哦，但可以吃到那个芋头它的那种更扎实的那种感觉，反而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味，就吃那个芋头的甜味，而且切薄薄的，像马铃薯片。那你真的有在喜欢的，全部快吃完。哎，这样子不到100块，很值得，很值得。我们是1人1套哎，我们这样吃完不到300块，这有点作弊耶，这太强。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拿掉蒜苗，拿掉米糕也拿掉好了，米糕也拿掉，太好吃了。你们只能吃这些剩下的。算蛮特别。哦，很特别哦，没吃过的东西。对啊，这边才有哎，很饱哎，吃完了，够了。接下来这一家呢，很厉害哦。网路评论，9000多折，9000多折，那个是9000多折啦，没有是真的，因为你们都知道吃过，我们吃过。徐二姐，哎呀，不可以这样子那么认真的，太过分了吗？超过分，这是我们没播过是真的，因为这是我们私底下来吃。对对对，没办法，太知名的小吃啊。好像没吃这家就不太对。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这一桌还是这一桌？对，这边我们那时候大概是叫。大概是这个范围的。这样哦，摆满。老板娘，哇，好年轻哦，这么年轻，你可以过来吗？真的是二姐，对不对？二姐本人。那你自己有开始学做这个？会啊，会做一点内场。小时候就有在帮忙。开玩笑，在肚子里就开始学。哦，在肚子里就在学。真的。妈妈很骄傲啊。那有没有推荐的？招牌的。一定要吃的。热炒类的话，最多人点就是鸭肠跟鸭血。鸭血。对。鸭血就是每桌都点。对。新鲜。面的话，炒面是最推荐的，因为我们的面跟外面的面不一样，是特别请人家做定做的面，特制的。那我们的小
好都给你配好不好？来然后再给你丰田牵丰田哥哥的手去去旋转。妈妈喜欢吗？可以吗？这样子我也在哦。可以啊！我发财了！我没在靠你了。腿肉的地方，腿肉一定要吃。对，我们这个人点的就是1/4腿的地方。好不好？然后鸭胗，我们鸭胗有。鸭胗很好吃，对，我们鸭胗超软，超软。超软，期待哦。发财了，丰田！发财了，发财了！如果丰田跟你女儿交往，你是可以跟我分手的。开玩笑，我这样算新妈吗？新吗？新吗？对算了算了，好。那丰田等一下就直接留下来工作了。在另外一个节目，他很认真，他会炒东西。已经跟你安排好，你从收碗、洗碗开始哈。好，没关系，没问题。那是炒面，炒面、不讲的话，我以为它是汤面。鸭的总会拼盘面，刚刚丰田鸭胗、鸭胗啊，冰选，然后鸭肝、鸭肝、鸭翅，然后这个是炒脆肠，这两个我们必点的。对，最长然后鸭热炒的血的。那面要不要先吃？好，他们对鸭很了解，所以你要从做鸭开始。哎，它这么烫哦，它烟超大的。它的面超级好吃哎，看起来是很像汤面，因为像乌龙吸汤面。吸很久的那种，没有，它还是有那个嚼劲，不是 Q 是嚼劲。它应该是先用有一点水分的汤汁，然后用炒的方式让它收汁嘛，所以那个味道浓缩在这个面的表面上。对，它的做法比较不是既定印象中的炒面，我觉得有点像烩面，勾芡汤汁很明显，甜味也很明显。它的那个甜味真的是那种烟熏跟鸭油混在一起之后带来的那个甜香。面超好吃，很魔性哎，都一直狂吃。这个好好吃。然后那个鸭肉的肉汁咬下去一下的时候，先冲出来，超舒服。然后你在吃它的皮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还有烟熏的味道，哇，好吃。你刚刚在讲的时候，丰田续3碗，宵夜美，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其实很罪恶哎，在晚上吃这个。他很像出国，然后突然开始 ABC 枪，要不要吃啊？不，对，哇，小窝很大颗哎。满满的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然后你就啪啪。你刚刚在讲的时候，丰田续3碗，对，然后我就刚刚看着它我一直在吃觉得它的那个调味很特别，在外面吃不到，然后觉得好魔性，好好吃。好呀茶。最特别是它旁边的这个韭菜花一绝啊！哎，真的一定要配它这个哎，要配着吃。对，要配着吃。它炒的好好哦，对，真的吃到锅气，满满的那种锅气超强烈大火炒过的那种。上一次吃到这么强烈的锅气，我觉得是我们在台南吃那个炒鳝鱼，啊，因为它选用很嫩的那种韭菜花，它有一个脆度在，所以你咬到的那个韭菜花的甜之外，口感是甚至像吃到芦笋，有一点哦，觉得脆脆的甜甜，然后多汁的，这真的超好吃，超好吃，啊，好喜欢。好强哦！超喜欢，接下来这也是招鸭牌，血也感觉趁热吃比较好。超爱他们鸭血，超爱，真是超爱。超爱。哇，鸭血基本上是那种滑嫩的那种口感，类似像豆花的那种感觉，而且又带点水分，而且它的那个调味真的很不济，因为它很乌醋的醋的那个香味非常非常的浓，就在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个吃不味道，太到。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那种空洞，所以吃起来是超级滑顺。真的像在吃果冻。真的骨溜就吞进去了。对，我觉得它是那种吃进去，你还要先安静一下，让自己享受那个乌醋的香，吃到最后一个都是香的，然后因为其他东西味道都很浓郁，你吃这个你反而解腻。对，反而跳出来。丰田刚刚用心选的，你选的是腿肉，好好吃，水分过多，油脂过多，所以咬下去的瞬间，嘴巴里面都是真的是太多水分的那种感觉。好喜欢它的肉的口感，还有有带弹性的，就是吃得出很新鲜的，它是还有那个肉的紧实度，是，但不是咬不断的。对。吃他们家的鸭肉一定要配着皮吃，就算它的皮给那种很厚的都没关系，因为真的很好吃。但
哎，它的鸭油真的好香，对啊，给你烟熏的香，可是你吃得到的是鸭肉的原味，对，很好吃，鸭肉非常好吃。它鸭肝就比较接近像粉干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个人是喜欢这样的口感，那粉粉，然后粘性多一点点，内脏香味强烈一点点，因为像卤味这种好像是做的粉干最适合，完全就是够新鲜。它是有一个长头可以选，试试看。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哎，不一样。那长头的口感只是油脂稍微多一点点的脆肠的感觉，吃起来的那个水分比脆肠再更多一点，卤水味或烟熏味没有那么重，更吃原味。我觉得它的内脏类好像都反而故意没有要给你用到口味很重，任何必点。对，值得吃一轮。对，我自己觉得宵夜吃是最爽的，对，哦，对。太香了吧！一定会有落晒的啦。对啊。超好吃，它那个烟熏会很香，然后那个肥肉，那个皮超爽的。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鸭肉，赞啊！新竹人，新竹人高。刚刚工作人员回来的时候，他说：“哎，那个许二姐的面好好吃哦。”对，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役。哎，对啊，你们很过分呢，他们就真的好好吃，我们全部都吃光了。我们还会继续过分下去的。这一下呢，是玩家评论1300多则的一个宵夜美食，而且那个风格很特别，像这种有点像餐酒馆，直接这样看，文青的那种感觉。说宵夜，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炭烤蛋吐司。那我是早餐肉排蛋吐啊，就这样，然后可以卖1000多折。老板好，老板你好，你超完去说今天为了要采访弄了这个，因为我知道风田很高，所以我特地把它抓起来。哎呦，超过月了。没办法，对。那这家店开了多久了9年多吧。 9年，很久了耶。那为什么宵夜卖这个蛋吐司？对啊，比较特别。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早上起那你也太晚起来了吧？宵夜时间。我们瞄到那个蛋，看起来好好吃哦。进门之前就一直闻到那个煎蛋的香气，很浓郁，很漂亮哎。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一间有点奇怪的店。什么样的人会把听诊器跟假蛇？你不要说假蛇啦。有你要等位置就给他，拿出去外面，我不会出去叫他，我们的信物啦。你看后面还有，吓我一跳，骷髅，所以自己也喜欢一些古着的东西。对，其实算古着的，我衣服都别人给的。老板太好笑了。好笑，衣服没有关系，但食物不要。真的好像早餐哦。分别是什么？就是分别是什么？肉排蛋吐司，然后这个是招牌肉排蛋吐司，然后再加奶酥的。然后这个是草莓蛋。其实看起来简单哎，但你感觉真的很特别。对。对，然后这个是9层塔蛋饼，对。然后他们有说一定要配他们这个酱，它的辣椒酱是有加沙茶的，对，就很好吃的。肉排，这肉排看起来，但它是炸的，肉排炸的，对，它是炸排骨逻辑。对，这个好吃哎，算是很魔性。哎呦，它的那个蛋真的是有厚度，不是一颗蛋然后随便剪。它那个肉排的部分很台味的那种，真的哦，就是加胡椒，对，胡椒粉的那种香气。你像这个是就是宵夜会吃到的那个味道，盐酥鸡啊什么那个外层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所以搭配起来很魔性哦。我觉得它魔性的另外一个点是来自于那个美乃滋，就很台式的美乃滋，长得像浆糊的那一种。那一种，早餐店的那一种，甜味是那种很微妙的、微微的甜，可是不管跟肉还是跟蛋都会非常搭。蛋的厚度让那个整个吐司非常的加分，就是它那个湿度会让你嘴巴很适口，感觉我可以把它的那个排骨肉排炸得更酥脆一点。然后真的好台式哦。是。
第一口会吓到，好跟那个预期的又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紧接着要不要加点奶酥的？奶酥的来，其实很罪恶哎，晚上吃这个，哪一个？完全变一道菜，瞬间那个台味消失。不台了，它很像出国，然后突然开始 ABC 腔了。真的，去了美国回来就要不要吃？半天之后，真的大改变，很好吃，把猪脚变成奶酥跟蛋，因为他们很 match 嘛，对奶的那个共同的部分，所以那个反而可以吃到那个蛋香。OK。可是，我跟你讲，它的逻辑很像我们有时候吃法式吐司会加肉片，配着肉片，咸甜带一点奶味的那一种感觉。但是你夹的肉是台式排骨，超酷。就他没有忘本的。来，接下来是草莓的，草莓我先来好了，好不好？哦，草莓酱就是很传统式的那种草莓酱，但是呢，它主要强调是它的蛋的那个香味。它这个蛋的香味的时候，它整个被拉起来，变成主角。我一开始是先吃到草莓的味道，然后在咬蛋的口感的时候，会感觉里面好像加了类似棉花糖的那个口感，但是后来蛋香跟焦香味，它自己煎过的焦香味慢慢跑出来，变不同东西耶，就比传统那种煎荷包蛋的更好吃。9层塔蛋饼，你要加一点那个他们的沙茶辣椒酱。如果你早餐店来说，它不会出现这种酱。对，顶多就酱油膏、辣椒。那个炒得非常香。然后再来是它9层塔的存在感，虽然真的蛮强烈的，但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饼皮，它有点像就是那种酥，有点像脆皮的那种口感，煎到比较焦香味比较浓的那种强烈感，但是整个香气都是非常的足。哦。蛋饼我好喜欢，蛋饼的饼那个皮的那个口感我好喜欢。真的是外层这边看到的恰恰的部分真的是超酥的，对，很酥的。但是其他部分真的是有带 Q 的，有带嫩的。然后那个蛋香很明显，而且9层塔的味道跟那个蛋的香同时存在，是，我觉得很棒，好好吃，平衡做得非常好。好了，应该新组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哎呦，来，苗栗加油！你的胜负基本上在这边已经盖棺论定了。对，接下来就是我们苗栗战队发牌了。好啊。新竹刚刚表现得很好，对，真的是表现蛮好的，强，让我们倍感压力。国王该有的表现。但是苗栗也是很厉害。来，苗栗的人口数大概是53万人，但是它的主要的居民的族群都是哈嘎尼。对。客家大县，台湾的客家大县有客家人就是什么有美食，它的口味它是比如咸啊、肥、香，酱也很厉害。它的重口味是人家吃了就不会忘记。我们苗栗的这个美食是独树一格。没错，为什么会被叫苗栗果？你以为？进来这里你就出不去了。没错。接下来我们是一种汤包的概念，它的葱就是多到爆炸，让你去吃，然后没有肉，压低成本。没有，这间的评论数哦，将近3000则。我们3000多则，它的数据是有让大家信服的。哎，你好，这个是什么内用？你们店开多久了？20几年啊。那你们家的小笼包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它一定要把上面铺满肉。哇，小笼包很大颗，很大颗。我看一下，这叫大笼包哎。对啊，什么小笼包？哇，巨笼包了。然后稍微让它有点焖一下，让它软化之后比较好吃。那你帮我焖一下。好。可以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包馅，你看。不是，你看那个馅，我几乎看不到肉，都被葱盖住了耶。狂加啦，我看大家都狂加。而且因为我们3个又是很爱吃葱，它这边其实有很多的酱料可以选择，但老板就说，如果 OK 的话，你就吃原味，直接加葱就好。
道，满满的葱。而且它是鼓励加葱哦。你可以先吃颗原味，我先吗？让你看看我不要让我们厉害们的话语有影响到你。其实加了很多葱，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温和，不是给你很冲的那种感觉。葱加热过的那个甜味，变得软软对，的，软软的，甜甜的，很舒服的甜，跟那个猪油的那个香，吃起来是很温和，而且里面甜的不是很咸或者是调味很重的那种，是蛮原始的那个味道。哦，是哦，原味的时候吃起来真的很舒服。他们还有配酸菜，酥哦，比配泡菜更好吃。很直。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啊，它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我是有跟老板说，我想要吃再酸一点。但是好爽。哦，它的袋子本来就蛮大，然后我刚一口吃的时候，它完全就像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里面，很热辣，然后就啪啪，然后它本来就是温顺的一种蔬菜的甜味，难怪它真的可以慢慢的感受到那种汤汁。这是需要细细品味那种哎，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汤汁冲到嘴里的时候，温度是温温的，带了一种蒸熟后的葱的甜味。可是因为你外面有加生的葱，它还是带了一点点那种新鲜葱的那个香气跟刺激感。可是整个在嘴巴里面好温柔哦。而且它这种稍微静置之后呢，皮就稍微回弹，有点 Q 感比较多一点。蘸酱的，我觉得我跟威廉哥喜欢吃蘸酱。真的吗？哦，蘸酱好好吃哦，因为它原本味道没那么重，再加这个酱油、胡醋啊什么，就多了一个咸跟酸跟甜，就变成很多层次。蘸这个哦，我觉得反而更提味，这样变化了，对，不同感觉，会变得蛮完美。它这个就是那种小笼包的酥滑，原本不加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那种偏，然后化了妆之后又带一种性感。哦，哎，你好会形容哎。我好像很喜欢加酱哎，因为我们酱也没有调到很浓，然后你一咬下去，原本吃到原本汤汁的味道，跟醋混在一起，好像要变成一种新的东西。汤都不要浪费。不可能再吃这样子嘛？哦，应该是先吃一口，然后再这样子。对，吃一口然后这样。有点太咸。废话。但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一餐非常非常加分。对，早上吃的感觉很舒服。吃很多，你看。好吃吧？女生会很喜欢的，因为它是原味，不会有太多腌制的味道。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要多一点女生的。你们赢面就很大。对啊。对，就我们之前吃那个很厉害的煎包，有没有？跟蛋饼的那个附近对，还是不然再排一次也可以。对啊，必赢那个你会不会 OK 吗？可以，也可以。没有，我们现在要吃的这单很厉害，它的评论数是超过2000则。哦，对，人家吃的是一个臭豆腐，它很有爱心，你只要考100分，对，还有免费换这个臭豆腐给你。而且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属于外国人友善的臭豆腐，它不是走那种发酵臭的路线，对，是以一种中药材脆皮的那种中药味，而且它很酷哦。我们一般不是臭豆腐都吃配泡菜吗？对，他们还有配酸菜，好，酸菜加泡菜，哦，厉害了，厉害，欢迎你们，啊，你们这个臭豆腐店开多久了？民国50年到现在了，哇，所以算是老店的啦。我们是遵循古法哈，用那个青草、中药还有蔬菜哈，纯天然去发酵的，所以它比较没有一般外面那么臭。不错的，对，外国人来这边吃哦。而且你看哦，考卷100分啊！我们想是来问问你，就是我最近有考一场，3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只哈，认考卷不认人，然后我们也没有分县市，过来哈，100分，看一下，就有一份臭豆腐了。而且我考这个算是很难哦。怎么样？长针指向12，短针指着3，这样是几点钟？对，这个 OK 了。
很多，可是这样都70块而已。这个肉给的超多的，多的不可思议。它不是骨头，还是肉排了。这是综合的药膳汤，还有是鸭血豆腐，麻辣鸭血豆腐。这就是我们的臭豆腐嘞。再配个酸菜吼。这边的吃法就是先塞酸菜，先吃一口，对，再加泡菜，再一起吃。哦，对。哎，好好吃，这是我考100分拿来的。对，这是用6宝宝的考卷换来的。免费的。酥哦。哦，好奇特。好像比配泡菜更好吃。真的吗？本身它臭豆腐很好吃，然后吃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个臭味，反而是它的那个甜味可以吃得到，很多水分，对，外面很酥。我觉得它是水准很高的臭豆腐哦，然后再搭配酸菜，哎，很搭，意外的搭，会惊艳的。它是酸菜本来就已经在好吃，刚刚丰田自己单吃了2、3口酸菜，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比较偏，有点像类似榨菜，带甜味多一点的，跟它的那个酱油里面加的酱汁很搭，就是变成整个豆腐会偏甜，是有一个它自己的香气，有一点像豆香，可是也有一点像药膳香，它有点炸到很像有小气泡在外面，所以它就有一个空气感，酥酥的，然后中间超嫩，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炸起来超好吃，超香。它咬下去的时候，你会类似像汤包的概念冲出来，很强的臭豆腐。为什么只叫1盘？您可以拿2张考卷来。麻辣鸭血豆腐，我觉得完全不同的概念，不是发酵的那种臭豆腐，它是变成嫩豆腐那种感觉。然后它那种汤是药膳麻辣的感觉，然后没有到很辣，我觉得是女生都会很喜欢的那种，可以一直喝。对，你会觉得它的汤喝起来很舒服哎，会惊艳哦，它的汤底会有点惊艳。可不可以有一家麻辣烫是跟他们要这个汤底啊？超好喝的哎，有中药香，然后有高汤的香味，可是它又有那种花椒，然后麻辣烫会有的那个花椒类啊、辣椒的香味，舒服到爆哦，很爽哦。我也吓到。我要强调它的鸭血是，你已经先吃了是不是？多吃一口，我惊艳，超级水。Oh my god！ 跟雪儿姐比怎么样？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这个虽然它是放在麻辣里面，可是它吃起来也不像麻辣，一般平常吃到麻辣鸭血，它有一个它自己卤过的咸味，然后它吃起来像果冻鸭血那种，非常有水分。我跟你讲。我觉得他没有输雪儿姐，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这里面的主角之一了。我刚刚以为豆腐是主角了耶，鸭血 amazing，Oh my god！ 他们目前这样子，我觉得他们酸菜啊、麻辣都可以单卖。对，综合药膳汤你先开始啦。那每一块排骨都给好大，然后肉很多的那种。好吃哎，很少排骨给这么多肉的，它是可以给你满满的那种肉感。对，当然有一些人是喜欢吃骨头的，不吸那个骨髓没有问题。哦，好吃，有大字报。大字报。麻辣基底13香，药膳基底是10全大补汤。所以是完全不一样。对。可是我觉得他刚刚说他的药膳的汤底是那种10全大补汤，喝得出来是那样的药膳香。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到中药味走超级强烈，它在，可是它是很温和的一直进去的那种，就是你喝了会很舒服的那种药膳味。对，丰盛很认真在趁那个认真坑。对，一直讲说不会输，但是他的那个身体超诚实，一直狂吃。猪脚的味道有一点像那种五香猪脚，然后用药材去稍微卤过，可是中间它完全是胶质，然后跟它会让那个汤瞬间汤汁变浓稠，猪脚好吃哦。看来苗栗和新竹很难分胜，对，太厉害了，这间店。没错，越来越有信心了啦。循序渐进，最高潮的还没来，这样才比赛好看。可是超嫩的，好好吃哦，真的可以，汤真的很赞哦，真的。超脆，它是脆不是酥。对，它外面脆，里面还好柔软哦。配酸菜很好吃哎。对。
哎呦，我们要来高级的。最后一件是我们直接端出了我们的国宴级的料理。这一间店呢，它是苗栗，可以说是苗栗公馆这边最有名的面店，评论数4400多。哇，好多！他们这里是卖客家料理，非常有名。然后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就是要招待一些外宾啊，外宾，谢谢招待，谢谢你们的招待。外的，而且也是非常大间，而且它还有一些很特色的客家料理。你好，来吧，哎你好，来，你好，你好，营业多久的时间呢？45年了。那你们这一代都是客家人，客家庄吗？所以你们做的这个板条啊，就比较厉害。听说很有名，国宴级的。板条它的口感是比较特别。我们的炒板条的话，处理方式跟别家不大一样。凤梨这一次你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在客家庄感受的不一样的客家料理。客家庄一定要点姜丝大肠。帮我做酸一点，下因为你他算是日本人，非常重要。你说是苗栗我们最后的压箱宝。对，只要你这一站赢了，我们基本上就赢新。对，我们在比赛。对，好不好？量会不会作弊？是，我们绝对不是要用这种量来这个取胜，对，是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必点的，必吃的，分量很多，这样这都是1人份，就是小份，这才是大是大份，2人份的，对。刚刚板条，板条，客家板条，凤牛，这看起来好好吃，来吃，可以吃吗？请吃。啊，它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很 Q。而且它那个调味其实是很简单，应该是酱油、米酒，还有那个九层塔那种，然后大火炒的。大火炒之后，那个酱油的那个香会提味出来，然后板条完全吸附这个酱汁，用收汁的方式，单吃板条就有那个酱香很浓，很好吃。酱香迷人。它的那个调味的那个油香味非常的明显，因为它伴随着那个所谓的锅气，看起来颜色不会很重，但是它非常的浓郁。板条像是每一条都有被一层油包裹一样，可是你不会觉得腻口。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口感，它那个软嫩感也有点像我们吃什么卤猪皮那种。对，你会觉得外面有一层黏膜的那个感觉，然后软 Q， 那口感超级棒。哇，这好好吃哦，好喜欢这板条。然后那个半盘快被丰田吃完了，超好吃哎，厉害上次这个比赛我只拿这个板条出来应战都 OK， 这样子够了，够了。这样不要比这个了。我是有跟老板说，我想要吃再酸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应该比他们平常调会再酸一些。加强版，要跟他死。但是好爽，它的酸是真的是有够酸的，它的那个醋会冲到你的鼻子去，很酸，但是很爽，那个。好爽！它的酸很舒服，只会觉得那个酸是酸爽，原因是它的那个大肠里面的油脂，它其实没有把它全部剔除掉，可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完全就是姜跟它的醋的那个酸味跟酱香全部放进里面，所以吃到的时候你在咬那个油脂就可以享受它油脂的香跟它姜丝大肠 Q 弹感，因为它给很大块，对，所以吃起来觉得很爽。我们来吃桂竹笋啊。吃的时候，你就开始感到那个笋子的甘甜之外，它最厉害的是它用了一些肉汁，像是高汤一样的，去增加这个笋子的香气。因为像我们平常吃芦笋丝的那种做法，对，感觉这个跟酸菜的那个组合就是天作之合。就算他今天这一个拿去煮成汤，我都觉得超级棒哦。现在超屌期，大家来这个我觉得要点咸猪肉，就蘸这个。它咸猪肉蛮好吃的，它除了腌制的香味进到里面之外，它还有一个烟熏的味道，而且它的中间那一层的油感觉让你没有存在，它变成是一种气味的。上面的油脂的部分好整体哦，
有点像胶质，又有点像一下就化开的油脂，但是非常舒服。这个好厉害的咸猪肉，吃过最好吃的。它非常的有特色。好好吃哦。还有一个豆腐，它感觉是用咸蛋。炸过之后，表面会有那个香，再用炒的方式，所以吸附了那个油脂啊，或者是那个咸蛋的那个香气，特别会吸酱。对，先炸过的话，吃起来很温和，但是越吃越好吃。很像奶油，有一层奶油在表面的那种油香。然后你中间在咬的时候，它不是还用葱、用蒜去炒它？葱香、蒜香其实很明显都可以吃到。它也不是一般既定印象里面的那种老皮嫩肉的那种感觉。是，所以你会多了那一层的味道，你会觉得哎呦，这蛮惊艳的。我觉得这个料理也让工作人吃。是吧2道。好，大家一起吃一吃。陈队员试吃时间。国宴节板条是看看。我喜欢吃板条，怎么办？你给我吃，真的不好吃。完了，新主人要跑票。迁户籍啊，迁户籍。决战时刻。是的，1就代表这个新竹啊，那我们就举手哈。然后2就代表苗栗。我们总共有7个人，所以不会有停票的情况。哦，1、2、3，请投票。想知道在地人才知道的美食资讯吗？想要出去旅游却懒得规划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时尚玩家 APP 通通整理给你。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走到哪里优惠就到哪里哦。不想错过任何好看资讯，就快来下载时尚玩家 APP。1、2、3，请投票。啊，这样是这样。哦，好。 2苗栗有5票，我们赢了。我跟你讲，我也要投票的话，吃过大江南北的沈哥，我们的司机，他就是老饕中的老饕。哪一道你最喜欢？臭豆腐，臭豆腐，它那个皮啊，那个配合的太妙了啊！然后我们这次有赢家的礼物。好大哦！好吃泡面。哇，这才是时尚玩家。对。奖励都是也有吃的，吃的真的很好吃哦。好，我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很爱吃的那一款，有2个口味的那个。我们前阵子网络版有出现的，口味是红烧牛肉汤面跟香辣海鲜汤面的那2款。对。刚好你们可以各自一个，麻烦你去泡一下。去啦。去。终于赢了，我们2个人联手斩断丰田的这个连胜纪录。这个是红烧牛肉，然后这边是香辣海鲜，浓的还是淡的？我们喜欢胜利的滋味。帮我弄一个浓淡适中的好吗？它的那个香味真的好浓哦，好香哦！这里都闻得到哎，这边就闻到那个红烧的那个香。好，看一下这个香辣海鲜，有很多大颗的豆腐，高野豆腐。高野豆腐。稍等一下，先拿过去。好，时间差不多了。哎呦，已经有闻到，好香哦！我觉得再加了一点胜利的味道，就是更香。最重要的，来，打开看看。香辣海鲜、红烧牛肉汤面。好，我们先拌一下，对，稍微搅拌一下。其实它真的很香。而且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他们面条。对。很耐泡，你不觉得吗？是。我觉得有比一般泡面再更耐泡一点。Q 劲感很像那种韩式泡面会有的那种，对，有一点很耐泡的。对。哦。香辣海鲜。看到没有？哦。哇。你知道在比什么东西？完全能感觉到那种食物产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说是香辣海鲜，但是它那个辣不会到那种，它是香麻的，很舒服的那一种。你看哦，就吃到，哎呦，高野豆腐大块，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高野豆腐吸到汤的那个味道，而且它有特别做一个调味，对，它那个汤头带有那种微微的香辣，我觉得超级舒服。可是它又会有那种海鲜鲜味，它里面本来就有加玉米，又加了一点点那个甜味。然后我个人
极爱吃他们里面的高野豆腐，有一点像冻豆腐或者油豆腐那种豆的香味很明显，好吃啊！而且面条真的强。来，这是刚才你的红烧牛肉。红烧牛肉汤面，因为它汤头是那种浓郁醇厚的那一种风味，一喝就可以知道红烧牛肉汤的那种香气。然后，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青蒜，其实你在肉眼就可以看到超多，这边都是严选青蒜。对，哦，那不是葱哦。对，是青蒜。你在喝的时候啊，你就除了你可以感受到原本它浓郁的汤头以外，我觉得青蒜添加了一种清爽跟蔬菜的甜味。哎呦，这两个同时的主角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面条。哦，对，面条是最重要的。面条非常加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汤底，我自己觉得它的牛油香很迷人，很好吃。你干嘛？你干嘛？怕我们吃不下，吃不完，怕吃不完。不会，这因为很好吃。吃泡面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味，这个那么好吃。好爽。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喜欢它，是因为它有一个鲜味，海鲜的那种鲜味。就算泡面，它还是吃到那个海鲜的那个香气。好，让你吃一下了。你这次觉得有酥的心服口服？我们还分你吃输的心甘情愿。因为你还是吃到啦。其实呢，做这个 PK 呢，就像这个海鲜或者是红烧牛肉，各有各的喜好。应该说就是都好吃，但是找到的店家每一间其实很惊艳，因为其实大家在投票之前超挣扎。对。他们说到底要哪一个？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我今天拿这2碗出来说，来，你现在有10秒，你只可以选一个口味，你要选哪一个？选不出来。对，他应该没有人绝对就是3比0的，对不对？没有，应该都是心目中一定很是，所以我觉得挑得很好，让大家都有一种挣扎的感觉。对，但观众不用挣扎，你要吃面，你2种口味都可以买。玩新竹玩苗栗，你们2天1夜，你刚好6餐。对，一次排完。然后宵夜再留给我们。宵夜再留这2碗。好，这2碗交给我。我们不是赢了吗？你们还有很多，这个带回家就好，好不好？这个带回家吃。可以，这个给我。好，我们有1箱。分你啦。OK， 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